我今天是过来向海小姐赔礼道歉的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其他被我吓到的人，我也会一一找上门去向他们赔礼道歉。萧恒是有计划追求海玲，但也不能见了面就说实话，便以道歉为借口，也要拉上其他人，免得海玲起疑心，不接受他的道歉。海玲给萧恒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他说到萧先生的道歉，我接受了。萧先生能醒悟过来，不再沉浸在过去的伤痛里，我也替萧先生感到高兴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？萧恒笑了笑，说道：是呀，天涯何处无芳草不属于我的，我强求不来。海玲没有接萧恒的那束花，他说到萧先生的歉意，我接受了，这束花我就不收了，请萧先生带走。萧恒也不勉强，缩回了手，然后将花束放在了办公桌上。他看着海玲，略有犹豫，便说道：海小姐，我今天过来除了向你赔礼道歉，还有一件事想请求海小姐帮帮忙啊。萧先生请说。海玲没有答应，他也不拒绝他，想知道他请求他帮什么忙再说。我女朋友是和老板的儿子在一起了，所以我不仅仅失去了女朋友，也失去了工作，现在我处于失业中，存款也花得七七八八了，再过2个月连房租都交不起啊！我急切的需要一份工作，可是我前老板的儿子说过，要让我在管城找不到工作，让我狼狈万分，像个乞丐一样，那样就无法报复他。谁要报复他了？我承认，刚开始得知他们的事情时，我是很难过，想过报复他们的。后来想明白了，人家有钱人，我就一个打工的，哪里斗得过他们有钱人呀？不想再提报复不报复的事了。可是那人威胁过我的话，他都付之行动了，真的让我找不到工作。就是多重打击下，我才会天天酗酒，喝个酩酊大醉，从而吓到了很多人。我看海小姐的餐厅生意很好，不知道能否给我安排一份工作，我会很努力的，绝不偷懒。工资海小姐看着给就行，我也不敢要求太高。萧恒想着先进任你食餐厅上班，再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嘛。海小姐的妹妹是首富家的大少奶奶，我在海小姐的餐厅里上班，那些人才不敢对我怎么样，我才能在管城安身立足。萧恒也坦诚自己想进任你食餐厅上班的一个原因，除了想接近海玲，追求海玲之外，其他话说的都是事实。海玲歉意的道：萧先生，对不起，我餐厅里的人请够了，暂时不需要再请人。那萧先生以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？我看看能不能介绍你去战氏或者商氏上班。战氏集团是妹夫家里的公司，商氏是他大姨家里的。只要萧恒是有能力的，他破例给妹夫或者表哥添添麻烦了。闻言，萧恒不好意思地红了脸。他说道：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，略有点技术，在工模部的。工模师傅属于技术工吧，不敢肖想进大集团啊。萧恒还是有自知之明的，他这样的技术工是不适合战氏集团的。那呢，我还真的帮不到萧先生的忙了。萧恒沉默了片刻后，人跟着起身，谢谢海小姐，打扰了。也不等海玲回话，他拉开椅子转身就走，步伐特别快，不过是眨眼间，他已经消失在海玲的视线内。他带来的那束鲜花还放在海玲的办公桌上，海玲连忙抱起了花束，起身追出去，想将鲜花还给萧恒，但是萧恒走得特别快，等海玲出来时，他已经离开。海玲无奈至极，抱着那束花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处理。巧的是，陆东明来了，看到海玲抱着一束花站在餐厅门口，还以为是为他准备的。陆东明被保镖推着过来时，脸上已经满是笑意。海玲，陆东明叫喊着：陆总，你来了。海玲抱着花束走下台阶，陆东明等他近前，
便伸出双手想去拿那束花，嘴上还说到今天怎么会想到给我准备一束花的，我的生日已经过了呢。海玲尴尬的道：陆总，这束花不是我给你准备的，是肖先生送过来，说是向我赔礼道歉的。我不想收，他放下了花束就走，等我追出来，他已经不见踪影。闻言，陆东明也是尴尬，伸出去的手都僵了僵，很快就若无其事地拿过了花束。我看你刚刚的表情，似乎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束花，我帮你处理吧。说着，他是一保镖，推他走向远处的街边垃圾桶，将萧恒送过来的那束花扔进了垃圾桶。赔礼道歉，送一大束红色的玫瑰花。海玲没有多想，陆东明却想得特别多，怀疑萧恒是有企图的。那呢，如今的海玲就是一块磁石，很容易就吸引男人的视线。他防着呢，想跟他陆东明抢女人，嫩着呢。他守了那么长时间，等了那么长时间，林看到希望了，绝对不会让半路冒出来的。程咬金截了胡的，那陆东明很快回到海玲的面前，对海玲说道：你当着他的面接受了他的道歉就行，那束红玫瑰花束就不要留下了，占地方，到时候我送给你的，花束会没地方摆放的。海玲笑道：陆总这话说的，让人忍不住多想呀。肖先生是真的过来道歉的，是道歉还是另有所图？他心里最清楚。海玲，你现在被很多男人盯着的，小心点，不要被他们骗了去啊。我在男人手里吃过了大亏，不会再轻易相信你们男人的。当然了，陆总，我还是相信的。就陆总和他们不一样，陆东明的性格让他行事作风光明磊落的，别人接近他，可能是冲着他是占家大少奶奶的亲姐姐，冲着他现在名下有2家餐馆，生意还特别好，认为他生财有道。不看他生财有道，仅是他和海童是亲姐妹这一点，就有不少人想通过他，从妹夫那里获得好处。那陆东明就不用担心他会有这样的想法。硬要说陆东明有企图的话，他图的就是他母子俩了。他想娶她为妻，想给洋洋当爸爸。海玲的信任让陆东明心情愉悦了几分。陆总是过来吃饭的吧？我按照你的喜好帮你选好了菜单，也吩咐厨房里做了。陆总略等片刻便可以吃上，我得回家去。他出来办事也出来了一上午，得回家，家里也有一大堆事情等着他做的。彤彤可以做，是他不让妹妹插手，让妹妹好好休息，妊娠反应那么大，妹妹能有一天不吐，他都安心了，哪能让妹妹在做事？陆东明知道他在忙着妹妹出门的大小事，便说道：我送你回去，在你家里吃饭可以吗？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尝过梁姨的厨艺了，怪想念的。海玲没有拒绝他，那陆总在这里等等我，我进去拿点东西啊。好。海玲回餐厅里拿东西了。在他走开后，陆东明对身后的保镖说道：让人帮我调查一下那位肖先生。对付情敌就要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呀。好。保镖当即掏出手机打电话，让人帮他们四少爷调查一下情敌。四少和海玲小姐好不容易走到今天，虽说没有明确恋爱关系，至少海玲小姐不再排斥着他们四少，可不能在最关键的时候被人横插一脚呀。保镖是觉得自家四少更有胜算，但四少现在还残着，需要坐轮椅就有点舒适。保镖刚打完电话，有一辆车在任你食餐厅停下来，陆东明和保镖都看向了那辆车。车上下来的人是海玲最不想见到的前夫周红林，身体恢复的不错，虽然还没有康复，医生评估过他的健康情况下，同意他办理出院手续。那回家里好好的休养，他在医院住了那么长时间，
几乎掏空了他和父母的家底，再住下去，父母的钱包就撑不住了。所以周红林自己都强烈的要求出院。出院后的周红林，听姐姐说了数次任你食餐厅后，忍不住让姐姐陪她过来看看。每一次看到海玲离婚后过得很好，周红林内心都不是滋味，但他又不能再次离婚，也知道他和海玲没有回头的路，除了后悔，他就只有嫉妒了。还在车上的时候，周红英就对弟弟说道：“红林，你看那个坐轮椅的又来了，我天天都来这里看着，不敢露面，怕海玲知道。但我知道姓陆的每天都会过来，有时候还会去幼儿园接洋洋放学。看到他和洋洋相处得像父子似的，姐就替你感到不值呀。洋洋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也给了抚养费的。海玲却由着姓陆的和洋洋培养感情，我看她就是做好了准备嫁给姓陆的了。”周红林在车上沉默了很长时间，才对姐姐说道：“姐，我们今天过来，是打着给海童添妆的借口，其他的事情都不用说了。就算海玲真的嫁给陆总，洋洋是我亲生儿子，这是改变不了的。我们下车吧，跟陆总打声招呼。若是海玲再嫁，洋洋有陆东明这样的继父，对洋洋来说也是一件好事，比跟着他这个亲爸好太多了。”那周红林去鬼门关转了一圈回来，短期内是无法再开网约车赚钱的了，就只能靠着父母的养老金艰难度日。他无法给儿子更好的成长环境，儿子跟着海玲和陆东明是最好的。陆东明对洋洋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，那周红林呢，不愿意承认又不得不承认。姐弟俩下车走向了陆东明。那陆东明看到周红林时，他直了腰，哪怕站不起来，他的气势也不输于周红林。能走路的周红林身体看上去还有点虚弱，反而不如陆东明那样有精神。陆总，周红林客气地打招呼。陆东明点了点头，问了句：“周先生什么时候出的院啊？”“昨天出院的。”陆东明哦了一声。周红林出院了也好，以后的周末，那海玲就不用带着儿子去医院探望周红林了。陆总是来找海玲的吧？怎么不进去？周红英问道。海玲进去拿东西，拿了东西，我们一起回家去。在这对极品姐弟面前，陆东明故意这样说，气死他们。都离婚1年了，眼看海玲的小日子越过越好，周家极品又想回头纠缠海玲，做梦去吧，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那陆东明也是见识到了，这周家人就是这种至贱无敌的人。听到陆东明说和海玲一起回家，周红林神色暗了暗，却没有说什么，他也没有资格再说什么。那周红英指望着弟弟对陆东明的呢，见弟弟只是神色黯然，就一声不吭了。周红英颇有点恨铁不成钢，她倒是很想说话，又不能多说，怕回家了被父母一顿骂。父母和弟弟现在的想法都是，只要洋洋过得好就行，海玲的日子越过越好，赚到的钱越来越多，以后还不是留给洋洋的。而洋洋是姓周的，是他们周家的孙子，海玲的一切都给洋洋，就等于给周家了。这样想着之后，周母心里都好受多了，甚至想着海玲嫁给陆东明后，2个人不再生育孩子，然后陆东明的一切也由洋洋继承。等到洋洋成了大总裁，有的是钱是势，洋洋还能不认亲爸、亲爷爷奶奶吗？他们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和洋洋保持着亲密的来往，让洋洋时刻记住他们这些家人，以后才能享受到洋洋带给他们的福气。周红林不说话，陆东明也不怎么搭理这对极品姐弟，连周红英都不开口。几个人站在这里啊，气氛有点尴尬。当然了，陆东明不会尴尬的，反正他不觉得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海玲挽着包走出来，看到的便是这样的画面。海玲，周红英一见海玲出来，
嗯，就像遇到了救星一样，笑着迎上前去。周姐怎么来了？海玲微微地皱一下眉，淡冷地问着。哇，她看向前夫，洋洋爸出院了啊。周红林听到前妻对他的称呼，内心感叹一下前妻的胸襟以及宽容。离婚的时候，他们闹得挺难看的。但是海玲并没有教坏儿子，不曾给儿子灌输爸爸是个坏蛋的思想。海玲是个好女人，有福气的女人。都说有福之人不入无福之家，他们周家无福，所以最终还是失去了海玲这个好儿媳。医生说我可以出院回家里静养，就出院了，在医院住着，要花不少钱。周红林答道，我这一次几乎花光了家底。他出院后打算跟随父母回老家静养，市里的那套房子，周红林打算挂牌出去卖掉，否则他们一家人的生活会很困难。由于他往房产证上添上了叶佳妮的名字，卖房的事还得和叶佳妮说一声。叶佳妮两罪并获，被重判了10几年。他是最悔不当初的人。海玲点点头，说道，那就在家里好好的养着，暂时不要想着上班的事。洋洋明年的抚养费，你可以等复工后再支付。周红英想说，弟弟都这样了，海玲还要弟弟支付洋洋的抚养费，也太狠了点儿。弟弟却抢在他之前说道，放心，洋洋是我的儿子，离婚时我们签好了协议的，孩子共同抚养，该我尽的责任我不会推卸。那周红英还能说什么呢？那现在他在娘家人身上是讨不到好处的了，那说不定还会反过来从他这里占便宜呢。这周红英在心里决定，以后就少点回娘家。周红林要是知道姐姐心里这样想的，不知道作何感想。停顿片刻，周红林便从自己的裤兜里掏出了一个红封，以及一个小锦盒，锦盒里面放着的是一只金手镯，这是周红林与父母商量过后给海童的天装。周红林将红包和小锦盒递给海玲，看着海玲说道，海玲，海童婚礼在即，他的婚礼我们就不参加了，我和我爸妈给他略备了点薄礼，给他天装，麻烦你帮我转交给他。其实他们想参加海童的婚礼，是没有机会参加吧，海童不可能请周家人参加他的婚礼的。海玲不接，他淡淡的道，你们的心意我戴彤彤心领了，你这一次住院花了不少钱，现在又不能上班，你爸妈年纪又大了，退休金并不高，还要生活，彤彤不会收你们的天装的。他们忍耐着周家，都是看在洋洋的份上，海童不差那点天装，如果可以，他都不想和周家人见面。不需要问过妹妹，海玲也知道妹妹是拒绝的。这周红林说道，是嫌弃我们的礼薄吗？彤彤现在要什么没有，你们这点天装确实看不上，不过彤彤不是嫌贫爱富之人，他是单纯厌恶你们的天装，他不会收，你们硬要给的话，就他会退回来或者扔掉。周红林，过去发生了多少事，你不可能忘记，我们也不可能忘记，除了洋洋，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的了，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们的面前。周红林脸色白了白，半晌，他缩回了手，捏着那个红封，神情囧得很。海玲，对不起，打扰你了。周红林轻声道歉，然后对姐姐说道，姐，我头晕，你送我回家吧。周红英不甘，却不敢说什么，只得扶着弟弟朝他的车子走去。周红林上车之前，又扭头看向陆东明，对陆东明说道，陆总好好的对海玲，她是个好女人，是我没有福气，放心，我会爱海玲一辈子的。周先生的确是无福之人，我陆东明命大福大，是海玲最好的归宿。周红林的脸色又白了白，海玲都没有反驳着陆东明的话，说明两个人在他住院期间感情就更上一层楼了。就海玲以后必定是嫁给陆东明，
周家姐弟走了。那在后续里，周鸿林征得叶佳妮的同意后，将他当初购买的婚房转手卖掉。拿到钱后，他本想分一点给叶佳妮的，叶佳妮拒绝了。房子是周鸿林婚前买的，与海玲离婚时，海玲都未能分走房子，更不要说他叶佳妮了。叶佳妮让周鸿林想分给他的那些钱，转给海玲母子俩。他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海玲母子了。不管海玲接不接受，叶佳妮都用着她的方式在赎罪。之后，周鸿林回到了老家静养，除了固定时间看望儿子之外，那他以及他的家人不再主动出现在海玲的面前，算是淡出了海玲等人的世界。宁家，宁天磊背着黑色的行李包，站在宁家别墅门口，却是久久都没有按响门铃。这是他的家？不，这是大姐的家，因为这栋大别墅是爷爷奶奶留给他叔叔的，是他父母联手害死了叔叔，霸占了家产，还虐待大姐。那如今呢，不过是回归大姐的名下而已。良久，宁天磊才按响了门铃。不久后，佣人出来开门，看到是他，佣人欢喜地笑着：“少爷回来了，大小姐知道了，肯定会很开心的。”宁天磊边往里走边问道：“大姐在家？”“大小姐最近天天都在家，眼睛要用药，姑爷不让她处理公事，生意上的事都交给了莫总。”佣人答道。宁天磊赶紧问我大姐用了程医生的药后，效果怎么样？能看见了吗？佣人当即就夸赞着程玲玲的医术好，药也好。他说到大小姐用了程医生的药后，效果非常好，大小姐现在能勉强看清眼前的事物了。姑爷经常凑近前去，问大小姐是否能看清楚她的样子。战义臣一直陪着宁云初接受治疗，也是迫切的想知道效果。从宁云初开始用程玲玲给他配的药后，战义臣就天天贴到他的面前，反复的问他能否看到他的样子。他希望宁云初在这重见天明时，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。他们都是未婚夫妻了，他还没有见过他的样子。真的，宁天磊悬着的一颗心终于可以放下来。我骗少爷做什么？程医生说了，大小姐的眼睛当初就治得有好转的了。如果不是给大小姐治眼睛的那位医生离世，大小姐的眼睛早就好了。所以程医生一用药，大小姐的眼睛就好得很快。程玲玲都说她是捡了前辈的一个大便宜，不是她的功劳，那在外人的眼里却成了她的功劳。好吧，她也有点功劳的。她捡起了前辈留下的摊子，治好宁云初的眼睛。原来如此。宁天磊若有所思。那知道父母做过的事情后，宁天磊现在都有点怀疑当初帮姐姐治眼睛的医生不是正常死亡呢，说不定也有他父母的手笔。少爷，你怎么忽然就回来了呀？佣人觉得奇怪啊。少爷不是该在大学校园里无忧无虑地念着大学吗？要说国庆小长假回来，那还说得过去。现在呢，国庆小长假都过去了呀，我放心不下大姐，就请了几天假回来看看。宁天磊没有隐瞒自己是请假回来的。大姐在屋里吧，我进去看看。宁天磊迫不及待地想见到长姐，验证一下长姐的眼睛是否在康复中。大小姐和姑爷都在。宁天磊像是没有听到后面那句话，他快步地进屋去。一进屋就看到他的准姐夫战义臣正一手搂着他姐姐的腰肢，一手按着他姐姐的后脑勺在热吻。宁天磊只觉得轰一声，他的脸一下子红得像关公脸，人也急转身，不好意思看着那对正在热吻的未婚夫妻，同时又在心里骂着战义臣也太放肆了，在他的家里都这样，被人看到姐姐的脸都不知道往哪里搁。宁天磊却不知道这一幕啊，宁家的佣人早就见惯不怪了。战二少爷是带着机会就占大小姐的便宜，
两个人又是过了明路的未婚夫妻，订婚宴都办了，人家未婚夫妻亲亲嘴，拥抱拥抱，正常的很，就算滚床单也没有人会说什么。战一晨占尽便宜，倒是没有突破最后一道防线。两人都希望这最美好的留到新婚之夜。一吻之后，战一晨松开了心爱的人儿，宁云初靠在他的胸膛上调整着气息。很快，战一晨就看到了背对着他们的小舅子，他低头对怀里的人说道：“云初，我看到有个人像是天磊的，不知道是不是他。”这个时候他应该在学校的呀。闻言，宁云初赶紧推开他，转身望向了宁天磊的方向。经过程玲玲的治疗，宁云初现在能看到眼前的东西了，不过还不是很清楚，好过之前模糊一片，什么都看不清楚，强太多，就远的他看起来就还是模模糊糊的。程玲玲说他现在的视力等同近视700-800度的人，摘掉眼镜看事物一样。能看到就是看不清楚。失明了10年，在黑暗里过了10年，这个家里唯一真心待他、护着他的弟弟，早就不是10年前那个7岁孩子的模样。宁云初看的又是模模糊糊的，只知道是有个人站在那里，那长什么样呢？他不知道呀。身形呢，他也不熟悉，那身影对他来说就完完全全的陌生人。天磊，宁云初看不清楚，他的男人却是能看清楚的。他说是天磊，就肯定是天磊吧。宁云初试探性的叫喊了一声，宁天磊这才转过身来，还有点青涩的脸上依旧红红的。他走过来瞪了战一晨2眼。战一晨冲他笑笑，天磊怎么回来了？宁天磊恼他占姐姐的便宜，就算脸红红的也不客气的对着他，这是我的家，哎，我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，要你管啊。战一晨好脾气的不和他计较，知道他和未婚妻热情缠吻时被小舅子看到了，那小舅子大概是觉得他在占云初的便宜吧。大姐，是我。宁天磊下一刻就挤到了大姐的面前，把战一晨挤到一边去，他占据了姐姐眼前最有利的位置，方便姐姐看清楚他的样子。做了17年的姐弟，姐姐却有10年没有看过他的样子了。大姐失明的时候，他才7岁，是个刚上小学2年级的学生，如今他都上大学了。战一晨被小舅子推到一边去，依旧不生气，还乐呵呵地说道：“天磊，你姐现在能看到眼前的东西了，不过还不是很清楚的。程医生说他现在的视力等同那些近视700-800度的人，摘掉了眼镜一样，看是能看到，就是看得不清楚。你贴近一点，你姐才能看清楚你的样子。对了，你想吃什么菜？我让厨房加急烧几道你爱吃的菜。现在是正午了，吃饭的时间。”宁天磊像是听不到战一晨的话，他只盯着姐姐的眼睛，紧张地问着大姐：“你看看我能看清楚我的样子吗？”他还摸摸自己的眼睛，问姐姐：“大姐，我刚刚摸的是我的眼睛还是鼻子？”宁云初也静静地看着弟弟。宁天磊是集合了父母的优点来长，颜值很高，宁云初也像其母，与宁天磊便有几分的相似。半晌，宁云初伸出手摸上了宁天磊的脸，一点一点地摸着，从他的脸摸到他的眼睛，他的鼻子，再到他的额。他想笑的眼睛却红了，泪水在眼里打转。天磊，他哽咽着：“大姐又见到了你，10年了，大姐终于又能看到你，你长大了，比大姐都要高了呀。云初，你可别掉泪，能看见是好事，该高兴才对啊。”程医生也说了，在治疗期间别哭，那样不利于治疗。战一晨一看心爱的未婚妻眼睛泛红，就赶紧提醒他不要哭。就他能看到他的时候，其实他也激动的想哭。宁天磊一听就赶紧说道：“大姐，
我姐夫说的对，你不能掉泪，能看见就是好事，我们都要高兴，你别哭。说着，他用手摸姐姐，摸着泪，又说到大姐能重见光明，我也放心了，就能够安心读书。大姐大义灭亲，导致她的父母以及异母所生的二姐都进去了，二姐很快可以出来，但父母就没那么快了，怕是要坐穿牢底。那父母犯法对她影响也很大，在学校里，她都不敢跟同学们提及自己的父母，怕别人知道自己的父母那么恶毒，连亲兄弟都要加害。宁天磊是有一段时间接受不了大姐的大义灭亲，他不恨大姐，就是难以面对，姐弟关系一度跌到谷底。等他想通了，才有上次的通电话。其实宁天磊心里也有着愧疚，因为长姐失明是他父母害的，他比谁都希望大姐的眼睛能够治好，感觉大姐能够重见光明，就能减轻他父母的罪恶。宁云初调整好情绪后，就给了弟弟一个拥抱。宁天磊瞟了姐夫一眼，颇为不自然，也有点担心姐夫会吃醋。他听说了，这个准姐夫霸道得很，不过他是当弟弟的，姐夫应该能容忍一下吧。小时候呢，大姐明面上对他是很冷漠，不想搭理他，可当他摔倒了，大姐就会流露出心疼的神色，也会把他扶起来，搂他入怀，轻声哄着他别哭。宁天磊有记忆以来就特别喜欢大姐，发现自己摔倒时，待他冷冰冰的大姐才会流露出温情，他就很喜欢摔跤，只有那样，大姐就会关心他，哄着他。大姐的怀抱，在他的记忆中是单薄的，却又充满温情的。小时候，宁天磊一直不明白，母亲为什么对大姐态度恶劣，那也不明白大姐为什么总是不想理他。渐渐长大后，他才明白，大姐不是他爸爸亲生的啊，虽说是同一个妈，但他妈妈始终不喜欢大姐。每次看到大姐被母亲辱骂，甚至暴揍的时候，他就冲过去保护姐姐。他看不见母亲对姐姐不好，也见不得大姐被欺负。二姐心态不好，建议母亲将她送到封闭式的学校里读书，不让她在家里，那样她就不能护着长姐了。他是父母唯一的儿子，父母肯定是疼爱他的，但为了不让他护着长姐，还真的将他送进了封闭式的学校，哪怕那是管城最好的封闭式学校。宁天磊每次能回家的时候，都对长姐千叮万嘱，要小心点，小心点。结果大姐还是被害的，失去了光明，还差点丢掉小命。多亏了小姑姑回娘家发现了，送大姐去医院抢救，才捡回了一条命。忆起过往的种种，宁天磊是内疚自责，就又对姐姐的拥抱充满了想念。大姐，宁天磊懒得管姐夫会不会吃醋了，那他发狠地回拥了长姐一下，姐弟俩松开。宁天磊向大姐道歉，大姐，暑假期间我对你不好，是我的错，以后我还会做一个明事理的人。爸妈和二姐他们，就算没有你去告，他们也会进去的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他们做过的事早已经被人查出来。大姐，我其实没有恨你的，只是一时间接受不了，是你亲手将我爸妈送进去的，才会躲避着你，不和你见面，还差点被大姑和二姑利用了。宁天磊万分庆幸，在大姑和二姑他们的挑唆下，他最终保住了本心，没有跟着他们一起对付大姐，就更没有被他们利用来抢夺宁氏企业。他还是个大学生，对经商一窍不通，管理公司也没有经验。穆总是大姐早就安插进宁氏企业的眼线，爬到了第二把交椅，他全心全意辅助着大姐。宁家的合法生意交给大姐来打理最适合。宁天磊再单纯都能想明白，大姐管着宁氏企业，那就还是宁氏的企业，要是被大姑和二姑的儿女们接管了宁氏，
宁氏会变成崔家和金家的。宁云初捂住了弟弟的嘴，睁着漂亮的大眼睛，哪怕视力还不佳，不过一点也不影响他眼睛的美。天磊，咱们是亲姐弟啊。没有隔夜仇，大姐不怪你。不要再说自责的话，大姐不想听。好，宁云初拉弟弟坐下，这才问他，你怎么突然间就回来了？不年不节的啊，你不用上课啊？上次和大姐通了电话，我挺担心的，想知道大姐的眼睛治疗效果怎么样，就请了几天假回来看看。宁云初说你不会打电话呀，还请假跑回来，在家里待上2天，就赶紧回学校里去。这时候战一晨开口了，他说到，云初，既然天磊请假回来了，就让他喝完我大哥的喜酒再回校吧。宁云初便问弟弟一共请了几天假？1个星期吧。战印和海童的婚礼在3天后举行。宁云初说到，那就喝了你战大哥的喜酒再回校，以后没什么大事，不要请假，认真学习，寒暑假再回来。大姐安排你进公司实习，磨练磨练。宁云初接管了宁氏企业，不会独占，始终记着有弟弟的一份子。大姐，我对经商不感兴趣。宁天磊确实去的不想插手宁家的生意，他觉得呀，一山不能有2虎。那若是他进了宁氏企业，那些跟随他爸多年的人，很自然就会偏向他。大姐在培养他的心腹啊，到时候就算姐弟俩没有争权夺利之心，那些追随者也会帮着他们争，不仅会影响公司的前途，也会破坏姐弟感情。那况且宁天磊是真的不喜欢经商。宁云初沉默片刻后，问弟弟，你想好大学毕业后做什么了？我喜欢画画，喜欢摄影，想当个画家和摄影师。宁云初没有说支持弟弟，也没有说反对的话，只是说到寒暑假，在我们家的公司打假期工，给你算工资的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宁天磊嗯着，随即问道，姐夫的大哥要结婚了。战一晨纠正他，我大哥早就结婚了，现在是办婚礼。宁天磊就不好意思的笑笑，他说错话了。那我回来的真是时候，能参加战大哥的婚礼。大姐的眼睛也在恢复期间，相信再过一段时间，大姐就能恢复到正常的视力了。宁天磊觉得自己的世界又有了光明，不再是一片黑暗。一名佣人进来，宁云初看向他，看不清楚佣人的样子，不过他能通过脚步声听出对方是谁。大小姐，少爷。大姑太太和二姑太太又来了，怎么赶都不肯走，非要见见大小姐不可，还说大小姐不见他们就在门口躺着。金家和崔家联合起来，假扮战一晨，想绑架宁云初，被识破后，自然就遭到了战一晨的打压及报复。如今呢，金家和崔家的生意全都扑了，公司破产倒闭，还欠了债，需要卖房卖车卖珠宝首饰等奢侈品来还债。那到了这个时候，两家人才知道害怕，才明白他们动了宁云初的后果。战家的男儿，特别是宠妻的男人，绝对不能惹呀。